热，身体像要被撕碎了一样。这要烈性的很，那小娘们中招了，跑不远的。嘿嘿，等找到人，管他是哪家的世家贵女，也得亲自匍匐在地上求咱们。永安侯府必出天生奉命之女，此乃大梁未来之母。瞧，那就是裴家嫡女，如此高贵的身份，估计她就是未来的太子妃无疑了。老臣恳请陛下替孙女裴锦宁与太子殿下赐婚。你当真要结这门亲事吗？微臣久病缠身，命不久矣，唯一牵挂的就是锦宁的婚事。微臣想替她求得世上最好的儿郎。爱卿3朝元老，劳苦功高，那便准吧。祖父，锦宁代父守孝3年，今日期满，必步入裴家门风。宁宁，你在淮阳受苦了，喝了这盏姜酒暖暖身子。晨儿在雪林等你赏雪呢。谢娘娘关怀。萧晨，你约我在此，为何不露面？太子爷忙着呢，有哥几个陪你赏雪不是更好？放肆！我乃裴家嫡女，太子的未婚妻。管你什么奉命，今天你就是咱们兄弟的命！你想干什么？我裴锦宁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你被山匪围困1夜，谁会相信你还有清白？父亲，女儿跳了崖，女儿用命守住了清白。宁宁，你不能太自私，万万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了整个侯府的清明。明月尚未议亲，她是真正的嫡女，你若活着，切莫牵累了她。本宫是喜欢你的，可你这般，实在是让皇家蒙羞。好一个皇家蒙羞！血阳、将就，竟然和梦里一模一样。报应，命贱。原来我刚才梦见的，竟是我裴锦宁惨死一生的报应。偏偏是这个时候，偏偏是刚喝下那一杯姜酒之后，老天就让我做了那个梦。梦里我跳了下去，用命换贞洁，结果却是被你们这群至亲逼杀迅捷。你跑不掉的，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此处四下无人，你更不要做有人来救你的美梦。四下无人，不对，梦里我断腿后，是被巡查营的人发现才活下来的。他们当时急着去山顶，止血殿能让巡查营主动保护的，定是十分尊贵的存在。若能求得他的庇护，我就不用再重蹈梦里的覆辙。这一次我不在乎了，与其等死，不如换一座靠山。我一定要活下去。松手！求你，救我！放肆！你可知我是谁？陛下，既知道我是谁，还不快些滚下去！怎么会是他？大梁的陛下萧逸。若此人是陛下，那些所谓的亲人还敢说我是失节之人吗？陛下，求陛下疼！你可知你在做什么？陛下，救我！这是你自己选的路，别后悔。给我水，no， 好了，不！现在想逃，迟了。属下护驾来迟，方才瞧见2个山匪往山上来，已将其击退，请陛下滚出去！
属下该死！陛下竟然在这废旧宫殿里信了人，难不成是哪位娘娘偷偷追随而来了？叫什么名字？他没认出我来。也对，我离京5年，前2年陪着祖父四下求医，后3年又在淮阳老家守丧。5年的时间，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至亲都感叹变化太大，更何况是陛下，他只在5年前见过我一面。问你话呢？名字，我该如何回答？我是你亲使下旨，即将与太子完婚的准太子妃裴锦宁。若我说了，你会为了掩盖这场皇家丑闻对我杀人灭口，还是随手封个名分将我囚在深宫？即便你让我入宫，凭这一夜荒唐，日后你又会有几分怜惜？既然失了清白，就该为了侯府的名声去死。宁宁，别挡了明月的路，你自裁吧。既然那个梦境已经给了我警示，我绝不回那个火坑继续当任人宰割的人。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路。这一夜只是开始，下一次见面，我要你心甘情愿将我迎入宫中。哑巴了？不也，怎么天一亮，倒变得不会说话了？不能留在这里。说是被他查清身份，我变成了待宰的羔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退为进，让他自己来寻我。好快的身手，这女子竟连一句话都没留。太子的车，回陛下，正是太子的车。守卫说太子殿下今日约了永安侯府的裴姑娘赏雪，两人一同去了金峰台，这会儿刚上山去。这山道狭窄，恐会冲撞，可用属下前去喊住太子殿下回宫。不必了，裴家那丫头刚从淮阳归来，他们久别重逢，想必积攒了许多话要说，姑便不去叨扰了。走吧。还要走多久？撑住！我裴锦宁不能死在这里。结账，别躲呀！结账，别躲呀！哎呀，我还当是哪个小宫女在那躲着玩呢，没成想惊扰了这位姐姐。太子哥哥，你看她这一身湿漉漉的，在这风雪里站着，倒像是受了好大的委屈。咱们是不是吓着她了？姑娘，你怎么弄成这样？这位就是前几日侯爷寻回来的那位明月二姑娘，她年岁小贪玩，您千万别往心里去。裴明月，既然明月回来了，你这个丫鬟生的庶女，便该认清自己的位置。这些年我丢了亲生女儿，神伤过重，才将你抱在身边当个慰藉。锦宁，这18年的恩宠本就是你偷来。侯府养育我18年，难道真的一点情分都没有吗？这位姐姐好面生，怎么这般瞧着我？太子哥哥，你看这位姐姐，莫不是被我的雪球砸傻了？锦宁见过太子殿下。姑娘，先起身吧。殿下，宁宁，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宁，裴大姑娘，免礼吧。裴大姑娘，太子殿下从前明明不是这么喊的。明儿，别怕，这位就是你的亲姐姐，永安侯府的大姑娘。明月见过锦宁姐姐。姐姐莫要生明月的气，方才明月不知是姐姐回来了。太子哥哥，我是不是闯祸了？太子今日为何没去雪林赴约？今日行宫事忙，明儿又说金峰台的茶熟了。我想听殿下亲口告诉我，究竟是有人假传圣意，还是殿下您约了我，却临时选了别人？裴大姑娘，锦宁姐姐，你千万别怪太子哥哥，都怪我不好。
是我刚回行宫，没见过这儿的雪景，不知道太子哥哥先前竟然约了你见面。是我非缠着太子哥哥陪我去金峰台赏雪饮茶，太子哥哥推辞不过，才陪我去的。姐姐若要怪，就怪明月一个人好了。金峰台，那可是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地方，平日里只有私定终身的男女才会去那儿赏雪。太子殿下竟然为了陪二姑娘去那种地方，把咱们姑娘晾在荒山雪林里。殿下，我只问你一句话，所以你的确约了我在雪林见面，却因为要去金峰台便爽约了，对吗？锦宁姐姐，我说了，真的是我缠着太子哥哥，他也是怕我初来乍觉的生疏才……殿下，我想听你的答案。今日的确是我不好，宁儿，你瞧你脸色这般差，且先回屋歇着，明天姑亲自带你去雪场狩猎，可好？不必了，以后殿下也不必再约臣女相见。裴大姑娘，殿下请自重。臣女身子不适，恐将寒气过给殿下，还请殿下放手。姑总觉得方才好像丢了什么极其珍视的东西。陛下，查到了，昨夜的女子正是您亲自钦定的太子妃裴氏锦宁。什么？殿下，雪大了。陈哥哥，大姐姐是不是生明月的气了？没有，那就是姐姐，她肯定是不喜欢我。也对，明月流落在外这么多年，身上带着一股子市井俗气，定是让端庄守礼的姐姐瞧不上了，都是明月的错。若非明月缠着哥哥去金峰台，姐姐也不会在风雪里冻成这样。不会的，锦宁她性子难免清冷些，说话做事素来端庄守礼，许是这一路归京累着了，才让你生了误会。更何况明月这般纯真可爱，谁会不喜欢你？是吗？所有人都会喜欢我吗？那太子哥哥也喜欢我吗？姑娘，您可算是回来了，再不回来，奴婢就要去求巡查营的大人们搜山了。侯爷和夫人都在屋里坐着呢，侯爷的脸黑得吓人，夫人也一直叹气，瞧着心情不太爽络的样子。您可得有个心理准备。本想今夜能躲过一劫，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和梦里逼死我的家人见面。大姑娘，您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没什么。见过侯爷，见过夫人，见过父亲、母亲。你还知道回来？侯爷，您消消气。宁宁这孩子素来最是守规矩的，这次回来迟了，定是遇着了误会，可别伤了父女情分。哼，守规矩。赵嬷嬷，你告诉大姑娘，谁家女儿敢在外面待到掌灯时分？回侯爷，莫说世家千金，便是寻常富户的女儿，也没这个理儿。孤身出去会外难，裴锦宁，侯府18年的教养，你就学了这些？父亲教训的是，只是女儿有一事不明。你说什么？女儿临行前，父亲不是千叮万嘱，要我同太子殿下多来往吗？莫要因为守孝3年便生疏了情分。今日太子相邀，女儿想起您的教导，实在不敢违背父命，所以才咬牙去了。父亲如今是怪女儿听了您的话。宁宁，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父亲说话？太没规矩了！你还敢顶嘴？我看你是在淮阳待了3年，把侯府的规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父亲息怒，女儿只是实话实说罢了。3年没把你放在身边教导，我看你的性子是彻底野了。宁宁，你从前不是最知书识礼吗？那是你为了让你父亲宽心，书读得最好，琴也弹得最妙，半点不出差岔。今日这是怎么了？竟要把你父亲气出个好歹来才甘心？母亲也说了，那是从前。难道女儿说的不对吗？父亲教导女儿要顺从太子，女儿照做了。既然规矩和父命不能两全，女儿选了父命，父亲为何反倒动了家法之气？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这丫头平日里温顺的像只猫，今日怎会如此桀骜？难道她已经知道了明月回来的真相，知道了她只是个抱来的庶女？放肆！不管你心里在怨恨什么，侯府养育教导你18年，你这条命就是侯府给的。
今日我便要教教你什么叫为人子女的本分！跪下！父亲若要罚，总要给女儿一个受罚的缘由，否则女儿跪不下去。大姑娘，您就给侯爷认个错吧。这儿是行宫，若真是闹大了，损的可是您的名声。宁宁，你这孩子怎么如此死心眼儿？快跪下给你父亲认个错！你才刚从淮阳归家，这时候惹你父亲动怒，对你能有什么好处？我没错，为何要认错？你这孩子，你父亲也是为你好。你和太子殿下到底还没成婚，传闻传出去，坏的是你一辈子的名声。更何况那雪林在行宫之外那种荒芜偏僻的地方，万一遇上歹人，你叫我们如何是好？你莫要再替他求情！我看他是仗着有婚约在身，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今日我若不亲自教导，他便不知道什么叫闺阁女的本分。侯爷，你消消气，宁宁她只是一时糊涂。你给我闭嘴！再求情，连你一起罚！来人，请家法！所以，父亲觉得，只要是未出阁的姑娘，私会太子便是辱没门风的大错，错到非要动用家法不可，对吗？你不要以为抬出太子就能压住我，即便他是储君，只要你一日没进通宫的门，你就是我永安侯府的姑娘。如此不知廉耻的行事，辱没的是裴家100年的清正名声，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动手！宁宁，你快给你父亲认个错呀！大姑娘，得罪了。父亲，母亲，这是怎么了？母亲，姐姐才刚从淮阳老家赶回来，脚跟还没站稳呢。父亲怎么就要动用家法惩戒姐姐？锦宁，这3年你在外守孝，想必也听说了，这位便是你那苦命的亲妹妹明月。刚才在院门口已经见过了。父亲，明月知道姐姐定是无心之失，不管姐姐犯了什么错惹您生气，明月都斗胆请父亲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过姐姐这一次吧。她这一路风餐露宿的，哪里受不了这般重罚？哼，你瞧瞧，这才是裴家的血脉。锦宁，侯府悉心教导你10余年，教你读书习礼，竟教的你连你妹妹一半的懂事都没有。明月，你莫要替她求情，今日谁的面子也不管用。这种辱没门风的不孝女，我定要亲自给她立规矩。姐姐，你还是听明月一句劝，赶紧给父亲认个错吧。父女之间哪有隔夜的仇？你低个头，这责罚不就免了吗？父亲说我不如妹妹懂事，妹妹又句句在劝我认错。那么，妹妹可知道父亲究竟为何要罚我？为何？难道不是姐姐顶撞了父亲吗？妹妹既然想替我求情，那我就告诉你，父亲之所以要动用家法，是因为觉得我今日在雪林私会了太子。怎么，这种自毁名士、辱没门风的事，难道不该罚吗？刚才父亲怒火中烧，没给女儿说清楚的机会。女儿今日之所以不肯认错，是因为锦宁的确受邀去了雪林，可从头到尾，太子殿下都并未赴约。你没和太子在一起，裴锦宁，事到如今你还敢满口胡言？今日下人可是亲眼瞧见东宫的车驾同咱们侯府的马车是一块离开行宫的。对呀，侯爷，是啊，老奴也听门房的小厮说了，那马车可是并排走的。车确实是一起出去的，可马车里坐的是谁？父亲查了吗？今日女儿赏雪归来，恰好在院外撞见了明月妹妹和太子殿下一同戏雪。明月妹妹亲口告诉我的，说今日她和太子一同去了金峰台。赌局开始了。明月，你姐姐说的可是真的？父亲息怒，今日实在是太子殿下盛情相邀，女儿初来乍到，哪里敢违逆太子的意思？女儿本想推辞，可太子殿下非说金峰台的雪景若不看便可惜了。妹妹刚才在月亮门前还亲口对我说，
是你缠着殿下去的金凤台，怎么这会儿到了父亲跟前，倒成了殿下相邀，你不敢违逆了？你姐姐在雪地里受冻，你倒是在金凤台快活得很，看来真是不虚此行。还请父亲看在锦宁的面子上，饶过妹妹这一次吧。毕竟妹妹流落在外多年，不知这府里的规矩也是有的。求父亲莫要像对待锦宁一样，对妹妹动用家法。刚才侯爷说私会太子是辱没门风的大错，现在二姑娘也认了，若是罚的不一样，确实不好听。既然你认了错，那便领罚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二姑娘松松骨头！裴明月，侯爷，万万不可！明月她受不住的。母亲这话说的奇怪，刚才女儿被婆子摁在凳子上时，母亲还劝我要懂本分，受家法。怎么换了妹妹，这板子就变成万万不可了？本侯说了，谁求情都没用。侯爷，您听听宁宁说的话，明月怎么能和宁宁比呢？宁宁自小长在您膝下，请的是京城最好的嬷嬷教导，自然之理。可说明月在外面流离失所18年，吃了多少常人受不了的辛苦。她性子散漫些，也是因为流落在外没人心疼，这全是咱们当父母的没护好她呀。侯爷，您若是这一板子下去，打的不只是明月的身子，更是咱们做父母的良心啊！刚才把话说得太死，口口声声说私会太子是辱没门风，若是此时分毫不罚，这满屋子的下人该如何看我这个侯爷？可若是真打了明月，侯爷，这还打吗？打什么打？明月刚归家，身子虚弱，真打出个好歹来，你们担待得起吗？家法就免了，但规矩不能废。裴明月，你既然犯了禁忌，便罚你抄写3遍女经，静静心神，免得往后再做出这种自降身份的事。女儿领罚，谢父亲恩典。你笑什么？女儿只是觉得有趣。同样是私会太子，我做出来就是有辱门方，非要动用家法打断双腿。明月妹妹做出来却成了情有可原，只需轻飘飘地抄写3遍女经。说是在那个梦里，从悬崖坠下去，断了双腿的人是裴明月，他们怎么舍得逼杀他？说到底，不是侯府的门风多清正，而是我这个庶出之女，这10几年得到的爱重，全是假的。我不过是裴明月这真嫡女的替身罢了。正主回来了，我的存在便多余了，便该悄无声息地死在那场大雪里，把太子妃的位子还给明月。好了，明月，莫要委屈了。天冷，娘在小厨房里给你温了酒酿汤圆，你随娘去吃一些暖暖身子。抄书的事儿，咱们明日再说。锦宁，你妹妹不比你，你自小在侯府锦衣玉食长大，她却在外面吃了许多的苦，如今心思难免敏感些。往后在府里，你这当姐姐的要多顾看着一些妹妹，莫要与她争长短。嬷嬷，你有没有觉得锦宁今夜和从前不太一样？夫人，老奴也瞧着古怪。大姑娘以前是最敬重您和侯爷的，向来温顺，可今日这说话的调子冷飕飕的，倒像是在跟侯府叫板。她从前虽也平淡，可如今我总觉得她这平静的外表底下像藏着真似的。罢了，且看她明天抄书的态度吧。你虽然没见到太子，但既然擅自出府去了雪林赴约，便是犯了禁忌。今夜你也同样抄写3遍女经，明日一早我要亲眼看到。
事吧？要不要传大夫瞧瞧？您这身上冷冰冰的，额头还红着。我没事。奴婢煮了暖身的红糖热茶，一直在小厨房温着呢，这就去为您取一些来。姑娘您千万撑着些。大姑娘，大姑娘，是奴婢失责，奴婢在雪林里迷了路，绕了好几圈都找不到回来的路，才让大姑娘独自一人回来。万幸的是大姑娘福泽深厚，平安回来了，不然奴婢就是死1万次、10万次也难辞其咎。姑娘，您罚奴婢吧。16，你是昨日刚被母亲差到我身边伺候的，对吧？回姑娘，是夫人疼惜姑娘身边没个使唤的人，才打发奴婢过来的。今日这雪林之行倒也真巧，去取衣服的路上能走散。那碗皇后赏赐的姜酒也是你亲手端给我的。那姜酒那是皇后的恩典，奴婢只是按规矩端过来。姑娘，难道那酒有什么不对？对不对的，下药的人没抓到我的错处，自然不敢到明面上说。我若闹出来，也不过是自毁清白。你说这背后的人是不是算准了我会为了名节去跳那悬崖？姑娘在说什么？奴婢听不明白。起来吧，既然是迷了路，也没什么好说的。大姑娘宽和，奴婢感激不尽。这是母亲生前最爱的。大姑娘，您这是折杀奴婢了。今日你在雪林受了惊吓，这是赏给你的，收着吧。奴婢犯了失职的大错，姑娘不法已是恩典，奴婢万死不敢受这等赏赐啊！赏给你，你就拿着。好了，下去歇息吧。是。海棠，你跟在我身边伺候多久了？有3年了。大姑娘，您这是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姑娘，可是奴婢做错了什么？没什么，只是随口问问。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是。是暖的，会痛，会累。我还活着，梦里那3年不眠不休，也感觉不到冷暖。原来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竟是这般奢侈。回来了。是，陛下。可有人寻来？回陛下，上尉，并无任何人前来打探，也没人去内务府那边探口风。说来也怪，这行宫里的女子若能得陛下垂青，那可是天大的造化。往常那些宫女才子们恨不得掘地3尺也要到御前露个脸，可这位竟真能沉得住气，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隐匿了下去。陛下，这女子的来路始终不明，恐有隐患，可需要属下在这行宫内仔细查访一番。不必了。是。微芒，臣在。吩咐内务府，若是过几日有人拿着信物或者消息寻来，就随便给他一个名分，在后宫里找个偏僻院落打发了便是。孤做不出姓了女子却不给名分的事。是，属下明白。陛下宽厚。能得陛下给个名分，已是那女子的天大福气。二公子，您使不得呀！
大姑娘还没起呢，您这样闯进去万万不对。裴锦宁，我当真没想到，3年不见，你如今竟然变成了这般狠毒的模样。二哥，你不要喊我二哥，我裴景轩没你这样心肠狭隘的妹妹。二公子，有什么话等姑娘换了衣服。难道你就那么容不得明月吗？他吃了多少苦才回来？你竟然在背后放冷箭，害他被父亲责罚抄书。二哥口口声声说明月吃了苦，那我也请二哥记清楚，永安侯府最重礼教门风。如今你身为兄长，不顾礼法，擅自闯入未出阁妹妹的卧房，这便妥当了吗？若父亲此时在这瞧瞧这一幕，二哥觉得以侯府的家法，您又该领多少板子呢？好一个裴锦宁！3年不见，我竟不知道大妹妹变得如此伶牙俐舌。从前那个温顺知礼的你呢？现在倒学会拿父亲的名头出来压亲哥哥了。二哥觉得好笑，我也觉得好笑。3年没见，我也没想到，我那个曾经连瑞王世子吓我一下都要领人将对方暴揍一顿，跪在书房宁死不认错的二哥，如今会为了另一个妹妹大清早踹开我的房门。二哥可还记得，当初我离京守孝，是谁红着眼睛说舍不得？是谁把最心爱的威武大将军塞给我，说有他陪着，就像二哥在身边护着我一样？那是从前，那时候明月还没回来。二公子，姑娘为了守孝，在淮阳受了多少苦？您重逢后的第一句话，怎么能是这般锥心？够了！那是因为他现在心肠变了，他不该设计明月。明月心思纯良，哪里受得住父亲的重罚？既然兄长已经认定我心肠歹毒，那便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兄长若是不想让外头的下人看侯府的笑话，传出什么兄妹失礼的闲言碎语，便请立刻从我的闺房出去。有什么话，等我换好衣服，咱们在前厅公事公办。裴锦宁，算你狠！你最好想清楚，待会儿在前厅怎么跟明月交代。大姑娘，二公子这脾气，奴婢服侍您更衣吧。前厅那边怕是已经催开了，夫人和侯爷肯定也在。不必了，你且先出去吧，我自己来。大姑娘，从前这些活计都是奴婢做的，您今儿个是怎么了？自昨日从雪林回来，奴婢总觉得您怪怪的，倒像是跟奴婢生分了。我不说了，出去。是，那奴婢将准备好的衣裙放在床头，奴婢在屏风外候着。萧逸，裴锦宁，这是你自己选的路，哪怕是刀山火海，你也得走下去。可惜那个把贞洁名声看得比命还重，为了虚无的离角去跳崖断腿的裴锦宁，已经死在那个噩梦里了。你们这些人，休想再用这些虚名困死我半步。姑娘，你好了吗？二公子在那儿等得脸都青了。这雪天路滑，他一直围着廊柱转圈呢。这太子妃，我确实是不想当了。可既然你们这么想要，我就得让你们求而不得，夜不能寐。裴明月，你费尽心机想要踩着我的蚀骨上位，那我便让你看看，这软柿子若是生了毒刺，能不能扎透你的心。我不争不抢，你们等当我是死人，那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扎心之痛。怎么磨蹭到这时候？不过是换件衣裳，倒要全家的大人都等你不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没规矩了？更衣洗发自然费些功夫，二哥若等不达，大可先去。跟我走！
现在就随我去给明月妹妹赔不是！二哥这话说的，倒叫人听不明白了。我这一没打，二没骂，好端端的，为何要给他赔不是？你还装糊涂！若非你昨晚在父亲面前告黑状，出卖了明月，父亲又怎么会因为金凤台一事罚他抄书？明月昨日同你说金凤台的事，是因为她心思单纯，把你当做亲姐妹，愿意和你分享私密之事。可她万万没想到，你这个当姐姐的心肠竟然如此歹毒，转头就出卖了她。歹毒？原来在二哥眼里，不过是实话实说就已经是歹毒了。若这便算歹毒，那梦境里你们逼我以死殉节，看着我自大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又算什么？慈悲吗？爸，是我刚才气糊涂了，不该那样说你。但我也是急了，你实在不该将二妹妹和太子见面的事情捅到父亲跟前。你知不知道，二妹妹因为被罚，昨天夜里挑灯抄书，一时不慎打翻了烛台，手都被烧伤了。她那样娇弱的人，那得有多疼啊！二哥，你还记得3年前吗？那时我刺绣扎了手，不过是几个红点，你便能翻遍整个京城去寻最好的凝脂膏。你说过，只要有你在，谁也别想让我受半点伤。可如今，你看着我的眼神，倒比昨夜雪林里的风还要冷上几分。所以，二哥今日来，是想让我也烧伤一只手，去赔他的伤吗？金木，二哥知道你心里有气，但明月到底是你的亲妹妹，她刚归家，受了惊吓又伤了手。你现在随我去探望二妹妹，给她赔个不是。明月性子最是纯良，只要你肯低头，她一定会原谅你。咱们兄妹之间何必闹得这么僵？瞧瞧，二少爷多疼二姑娘啊！大姑娘这次怕是躲不过了。谁让二姑娘才是正主呢？大姑娘若是不认错，怕是连这院子都难出。我又没做什么，为何要给她赔不是？裴锦宁，我好言好语跟你商量，你竟然还是这般冥顽不灵！我知道明月归家占了你嫡女的位置，让你心中不舒服，可你也要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已经代替明月在侯府享了这么多年的福气，她在外面受苦的时候，你在锦衣玉食。如今她回来了，你实在不该同明月置气，更不该处处为难她。你这样对得起谁？二哥若觉得是我为难了他，便这样觉得吧。你承认了？你承认你是故意针对他？你心里早就有了定论，我说什么又有什么要紧？既然你想要一个恶毒的妹妹，那我便如你所愿。你简直冥顽不灵！二公子，大姑娘身子还没好利索，受不得这般折磨。哎呦，我的姑奶奶，二公子这会正在气头上，你上去不是找死吗？瞧瞧，这哪是亲哥哥对亲妹妹，倒像是拖着个囚犯。二公子这些真是偏到阁了窝里去了。明月姑娘忍着点儿，太子殿下为了给您寻这宫里的消肿膏，方才连外袍都湿透了。有陈哥哥在，明月不疼的。你瞧见了，若非你多嘴，明月何至于受这罪？这太子妃的位置，名义上是祖父亲旨定的，可你心里该清楚，若非明月当年丢了，这份荣宠本就是他的。所以二哥是觉得他现在同我的未婚夫私相授受也是应当的。参见太子殿下。二哥哥，大姐姐，你们怎么来了？这钗头有些歪了，倒是让妹妹看出了神。姑早已习惯了他的顺从，更默认他会永远在那儿等姑回过头。
可今日撞见这一幕，为何顾心底竟会如此局促不安？裴大姑娘，你怎么也过来了？是特意来寻姑的？明月昨夜抄书伤了手，姑念在她是你亲妹妹的面子上，这才特意带药来看看。你莫要多想。至于锦宁为何会出现在此处，殿下大可问问二哥。若非二哥方才在廊下硬拉着我过来，这会儿我该是在房中抄经的，哪有这份雅兴过来？既然你自己都提到了，那还不快给明月赔不是？我说了，我没有错，也不会道歉。你还敢说自己没错？你瞧瞧明月这手，若不是你昨夜在父亲面前挑唆，他何至于被罚？若不被罚，他又怎会烧伤的这么厉害？二哥这话当真有意思。裴明月私会太子被罚，是他自己德行有贵；裴明月自己抄书不慎打翻烛台，是他自己笨手笨脚。这一桩桩一件件，竟也能跨过千山万水，怪到我的头上来。不怪你怪谁？若你不去告状，父亲能知道。你明知道明月心思单纯，你这就是在诚心害他。二哥，你快别说了，别为了我和大姐姐生气。若是伤了你们自幼的情分，那明月真是万死难辞其咎，全是明月的罪过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姐姐，是我不知道太子哥哥先前约了你赏雪，这才缠着殿下陪我去金峰台饮茶。是明月做的不好，让姐姐心中不爽快了。明月在这儿给姐姐赔个不是，还请姐姐大人有大量，不要同明月一般计较。裴锦宁，你瞧瞧，你把明月憋成了什么样子？他带伤给你行礼，你竟连虚服一下都不肯，就这样心安理得的受着。侯府18年的教养，你都学到哪里去了？你当真太让我这个当兄长的失望了。明月，你起来。既然有人不领情，你又何必自轻自轻？裴大姑娘，错不在明月，若真有人做错了，是我不该爽约，让你心生不快。你若有什么不满，直接冲着我发泄便是，姑受得住。可你着实不应该在背地里出阴招，这般为难明月，她如何受得起？一个是血脉相连、同气连枝的亲二哥，一个是青梅竹马、早定终身的未婚夫。原来，在你们眼里，我竟是这样的人。说够了吗？裴锦宁，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害了明月还敢？没说够，我也不想听。既然二位如此情深意重，那便守着这楼火，好好怜惜吧。你给我站住！谁允许你走了？二哥这话问的真有意思，腿长在我自己的身上，天大地大，怎么我还走不得了？你如果不给明月道歉，得不到她的原谅，今天就休想离开这道门。既然二哥非要胡搅蛮缠，那我也把话说清楚。现在你若继续在这儿为难我，我保证不出一刻钟，明月妹妹今日又私会太子伤风败俗的事情，就会一字不堕地传到父亲耳中。你竟敢拿这个威胁亲兄长！我怎么了？二哥方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个人最喜欢告状，心肠歹毒吗？既然二哥都把这罪名给我定死了，我若是不坐实了他，岂不是白担了这份歹毒的名声？既然二哥觉得我爱告状，我便做了又如何？二哥，大姐姐她刚才的样子好可怕，她不会真的又去找父亲告状了吧？他敢！他若是真敢去，我这个当哥哥的第一个不饶他。好了，明月，你别担心，锦宁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性子是古怪了些，但不会真的这样做的。殿下，奴才也觉得大姑娘这次回来确实古怪了不少。确实，1年半未见，她这性子，姑竟是一点也琢磨不透。若她真因为姑与明月亲近了些，便这般拈酸欺醋，处处针对自家姐妹，这般心性实在难当大人。未来身居要位，理当胸襟开阔才是。殿下所言极是，明月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年苦，她这个做姐姐的不说心疼弥补，反倒真是叫人寒心。
姑娘，这风雪太大了，咱们快些回屋吧，您的身子受不住。这风真的好冷，不知道是这风更冷，还是那些人的心更冷一些。娘娘，消息已经确准了。娘娘，消息已经确准了。昨日夜里，陛下亲自差遣魏莽统领，吩咐内务部急匆匆的将那荒废已久的棉雪院收拾了出来。棉雪院，那可是行宫里最接近主殿的地方，收拾那里做什么？说是昨日陛下幸了个女子，那院子是留给那女子住的。幸了个女子，在这雀山行宫，陛下的每一步都有人盯着，竟然有人能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钻了空子。那人是谁？哪家的姑娘？还是哪个没规矩的下人？回娘娘，奴才们无能，魏统领守得死死的，内务府那边也只说是陛下的意思，不知道那女子的真实身份。陛下在何时何地幸的，总该有个准话吧？奴才不知，魏统领只说是临时起意，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要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滚！都给本宫滚出去！本宫记得，自陛下登基以来，这后宫里的女人哪一个不是过了内务府的选秀册子，由本宫亲自过目才进来的？娘娘记性好，陛下素来克己复礼，绝非贪恋美色之人。这么些年，从未有过这等在规矩之外宠幸女子的荒唐事。是啊，他从未做过这种糊涂事。直觉告诉本宫，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能让那个冷得像块冰、最重规矩的皇帝，在这等荒废偏殿里做出这等破格之事，那个女人怕是真不一般。陛下正值壮年，却鲜少出入后宫。我原以为陛下忙于国事，所以对男女之事淡了，甚至还想着从母家再寻几个懂事的送进来。没想到千防万防，却让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贱婢钻了空子。在本宫眼皮子底下承了恩，竟连个名姓都查不出来。娘娘，您千万消消气，莫要气坏了凤旨。奴婢方才又去打探了一圈，听内务府那些人的口风，陛下幸了人之后，并未带回主殿，也没赏赐什么贵重物件。瞧着，陛下也没多看重这个女子。陛下在乎不在乎这个女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必须在我的掌控之下。娘娘，本宫执掌凤印多年，绝不容许在这宫里出现任何变数。本宫更不希望数月之后，在这雀山行踪里，莫名其妙冒出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来。娘娘的意思是，找到她，不管她是躲在哪个院里的丫鬟，还是哪个世家的庶女，掘地3尺也要把她给我翻出来。陛下到。陛下，您来了。外头风雪这般大，也不说多加件披风。若是受了寒，臣妾这心里如何过意得去？去挂好，顺便吩咐小厨房端2盏新熬的参汤来。这是刚供上来的雪顶寒脆，陛下尝尝看，可还合心意？娘娘，皇后，臣妾方才是瞧着陛下唇间似乎有些干燥，想着是不是这屋里的炭火烧得太旺了。陛下刚才说什么？臣妾一时走神，竟没听真切。姑是说，太子的年纪也不小。姑听闻永安侯府的大姑娘替祖父守孝3年，前些日子已经平安回到了雀山。
陛下的意思是，这门亲事既是父皇在世时早就亲笔定下的圣旨，如今人既然回来了，两家的名分也该操办起来了。太子妃的位子悬空已久，既然裴家那丫头回来了，如今也该正式操办，给两家一个交代了。怎么，皇后对这裴家大姑娘不满意，还是觉得姑钦定的这门亲事有何不妥？陛下定下的人，臣妾自然是万分满意的。只是臣妾想着，这位裴大姑娘离家5年，其中3年都在淮阳那等苦寒之地守孝，如今回来还不到2日，尚未和父母亲近够呢，这便要紧锣密鼓地嫁入皇家。臣妾同为母亲，实在有些怜惜她，想着不如先问问宁宁那孩子的意思。若她存了一份想在膝下多陪伴父母、尽尽孝道的心，让臣儿再多等个3、5个月，又何妨呢？还是皇后心细。既然如此，这件事就按照你的意思，先去问问裴家那姑娘的想法，莫要让外人觉得皇家薄情。姑娘，凤仪殿的浣溪姑姑等您好一会儿了。裴大姑娘可算回来了，让姑娘久等了。娘娘记挂大姑娘，特命奴婢请您过去叙叙旧。这大雪天的，咱们还是快些走吧，莫要让娘娘等急了。是。深夜召见，皇后娘娘，您又是为了什么呢？大姑娘慢些走。这越往上，山路便越陡，这居住之人的身份也就越发贵重。到了山顶，便是天威所在了。请您明白，多谢姑姑提点。赵嬷嬷，裴大姑娘带到了。娘娘心疼大姑娘，方才一直念叨着，等了这一晚上的功夫，这会儿刚歇下。这些日子风大，娘娘又添了头疾，方才赵太医才给施了针，说是万万受不得惊扰。有劳裴大姑娘在这稍等片刻，等娘娘醒了再进去见驾。娘娘凤体为重，谨您在外候着便是，多久都无妨。大姑娘果然是个懂事的。瞧瞧，这位就是未来的太子妃，在这雪地里站了半个时辰，娘娘连个手炉都没叫送。太子妃能不能进宋宫的门还两说呢，这会儿里面正暖和，谁管外边人的死活？娘娘醒了，裴大姑娘，请进吧。锦宁来了，快到本宫的跟前来坐。臣女锦宁参见娘娘。去，把本宫身边那个厚实的锦垫拿来，扶大姑娘坐下。好孩子，手怎么这样凉？在淮阳老家这3年，日子过得可还习惯？那儿比不得京城繁华，定是受了不少委屈吧？劳娘娘关心。淮阳虽然清苦些，但能替祖父守孝，尽一副孙辈的心意，锦宁并不觉得辛苦，过得很好。你这孩子，打小就是个心诚的。瞧瞧这模样，真是出落得越发标致了。本宫今日见了你，心里倒是真急了。娘娘，本宫是说，瞧着你这般贴心懂事，本宫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你赶紧嫁给晨儿，正式给本宫当儿媳妇了。娘娘，你又取笑臣女了。你虽与晨儿成婚在即，可到底是刚刚归家，想必你父亲和母亲此刻也是万般舍不得你的。本宫同为女子，最知这离家3年的苦，你就安心在家中多陪伴父母亲人一段时间，多尽尽孝道。你和晨儿的事情既是定好的，倒也不急于一时，晚个3、5个月操办，也全了你这一份孝心，想必陛下也不会怪罪的。臣女明白娘娘的苦心，初归家门，理应在父母膝下多尽些孝心，一切都听从娘娘的安排。
真是一个懂事的乖孩子。手怎么还是这般冰冷？昨日本宫特意差人给你送去的姜酒，你没用吗？那酒最是驱寒，用了之后身体早该暖和过来了。娘娘恕罪，娘娘赏赐的东西，锦宁自是视为珍宝，回屋后便让丫鬟16好生收着。谁知道我要饮这酒的时候，16那丫头毛手毛脚，竟失手打翻了那盏姜酒，都是锦宁教导无方，白白浪费了娘娘的一片慈心，请娘娘恕罪。赵嬷嬷，你瞧瞧，这孩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实诚，不过是一枕姜酒罢了，洒了就洒了，瞧把你吓的，倒像是本宫是什么吃人的罗刹一般。大姑娘这是心诚，那是娘娘亲赐的恩典，她自然是看得比命还重。快起来吧，既然那盏洒了，本宫再赏你一盏便是。宁宁这体寒的毛病若是不除，本宫这心里总归是不踏实的。浣溪，去，再去取一盏新熬的姜酒来，要热热的。是，奴婢这就去。大姑娘，请用。大姑娘怎么了？这酒可是娘娘特意嘱咐刚熬好的，还冒着热气呢。莫不是嫌这杯盏不如先前那盏精致？好了，酒也饮了，瞧着你也乏累的紧，脸色还没缓过来，趁着酒劲儿，快些回去歇息吧。是，臣女告退。出来了，总算是出来了。如何？回娘娘，裴大姑娘喝得一滴不剩。您今日又赐了一盏姜酒，她便是再长8个心眼儿，也只会觉得您是真心疼她，定不会再疑心到娘娘头上了。更何况，昨儿个在那酒中动手的，又不只有娘娘一个人。就算她真起了疑，也该先疑心她那位好母亲才对。你是说宋氏？奴婢还真是没想到，那位侯府夫人竟如此狠心。明面上是为女儿驱寒，暗地里却经了16的手，往里头加了那等烈性的东西。若非她这般心急，咱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再往里头添那一份药？宋氏那是怕锦宁占了她亲生女儿的位置，急着要把这块绊脚石挪开呢。锦宁这丫头模样、才华、规矩倒都是拔尖的，确实是个好姑娘，只可惜啊，投错了胎，没什么福气。可不是嘛，原本都以为她是金尊玉贵的嫡女，谁成想竟是个丫鬟生的庶女。本宫总不能让晨儿娶一个丫鬟生的庶女当太子妃吧？最近贤妃那个贱人可是一直盯着永安侯府呢，说是也想从府里给定下一位女儿。娘娘是担心贤妃给二皇子定下裴明月。且不说那天生奉命的妍妍是真是假，单论七族的身份，裴明月是正儿八经的嫡出，锦宁不过是个庶出。若晨儿娶了锦宁，岂不是要在出身上一头就被二皇子压下去了？这大梁的储君断不能留这种画饼。本宫更不能背一个因为他出身不好便悔婚的名声，所以只能委屈这孩子了。娘娘当真是一片慈母之心。梦里的场景，原来每一幕都是真的。徐皇后，你刚才的试探不就是在告诉我你心虚了吗？这雪越下越大了，得赶紧寻完这圈回去烤火。这鬼天气真能冻死人。不是皇后一个人的手笔，还有裴明月，还有我那位好母亲。若非他们联手，裴明月怎么会那么巧，偏在那一日缠住太子？